木西 AMX 新疆哈密瓜酸奶，带您进入正片内容。你就是我亲爹，我也不能这么干吧？不是魏民，你就当帮帮我，你多少尽点行吗？这么着，强子啊，不就是为了点什么奖金和工资吗？就这些，够不够的你就先拿走吧。这什么意思啊？你挤兑谁呢你？不是强子，我这是帮你，你不识好人心啊你！嘿，我就爱吃这肥牛，哎，还有这羊枣肉，真嫩，怎么煮都不柴。哎，这儿的韩国烧烤也倍儿棒。行了，咱不聊这个，咱们说点目前的事儿。北京啊，现在发廊越来越多了，新美的生意也大不如前。还有夜市，我听工商所的人说，西城区政府为了响应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精神，加大改革开放，要繁荣西单，促进西城区经济发展，让西城区的经济啊更上一个台阶，会出台新的政策，夜市可能面临重大调整。哦，我们也听说了，这夜市好多哥们姐们都在另谋出路呢。可不是嘛，有一部分人啊想去东村开门脸儿，还有一部分人想去雅宝路秀水，做外贸跑俄罗斯，想干什么的都有。还有啊，这东四的门脸开了这么多年了，这房租呢是越来越高。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秀水跟雅宝路，现在也基本上是趋于饱和，根本就进不去。那怎么办啊？要咱干什么呀？我跟东子商量好了，夜市生意咱不干了。不干了？那咱干什么呀？别着急啊，我呢跟小敏都商量好了，这事儿办下来，我们就告诉你们。哎，行了，娟子，你就别瞎操心了。人东子跟小敏都想好辙了，听他们的没错。服务员，再来杯墨鱼丸。哎呦，强子，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没吃饭的吧？我就知道你没吃呢，这不给你留着呢。来，还热着呢。你今天去魏民他们公司推销你们厂里的货，推销怎么样啊？妈，魏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魏民了。这话怎么说呀？他不光一点都没订我们厂里的货，还挤兑我半天。最可气的是，他拿出来一笔钱打发我，把我当要饭的了。我一生气，没理他，扭头走了。这魏民也是。妈，你回来了。回来了啊？吃了吗？没吃，我再给你们做去。吃过了。妈，我们就过来看您一眼，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回屋了啊。啊，哎，等会儿，你们俩先等会儿。春花呀，你现在可是你们厂里的大拿，肯定和外贸公司呀、批发市场的经理都熟。你能不能呀，帮二强他们厂推销货呀？妈，二强早就找过我了，我也把他们厂子的样品给了好多老板和经理看，可是那些人没一个愿意进二强厂子里货的。是，二强子，哎，不是我说你，就你们厂子那货忒落后了，根本就没人要。你看我干嘛？我跟你说，你们厂子要这么下去，离关门就不远了。我们那是国企，铁饭碗，国家养着呢，奖金拿不到，那工资还能领吗？关门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这都什么年月了，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行了，别争了，妈，我们先回去了啊。啊，让你们先回去。强子，别急，会有办法的。刚子，我跟你提的那件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什么事儿啊？
那事儿有点大，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哎，要不改天找枣儿爷商量商量？宣传科市场调研，应该就是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后面排着去吧。你后面排着得排到什么时候啊？耐心点儿。你们是去那个租赁部的吧？哎呀，等了一整天啊，是连租赁部的门都没进去。哎，你说现在去商场租柜台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北京现在啊有很多新起的商场都是这种租赁模式，有钱的大老板把商场一租就是一片区域整个租下来，然后分成小的摊铺，再租给个体户挣差价。现在呢，从外地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了，浙江人、广东人、东北人，还有北京本地的个体户，他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经营环境，所以进商场啊，这是大势所趋，竞争肯定很激烈。哎，对了，我看那些什么经理啊、大老板，都是大包小包拎着去的。我觉得要不然咱也打住！我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走后门的现象，但是我不愿意干。哎呦，哎，老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要不这么干的话，你连门都摸不着啊。可是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靠的是实力，不是靠吃喝送礼走后门。您说完了？得。哎呀，您真是被咱俩那个妈教育的给教育傻了啊！也不愧有这个夜市居委会主任的称号，您真是这个。那你还真说对了，做人本来就应该有原则，该干的事能干，不该干的就是不能干。得啊！我说不过您，我不说了，您说的全都对啊。哎呀，不是，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呀？想想呗。肖经理，久仰久仰啊！您是？我叫林卫东，林卫东啊。林先生，你是哪个公司的？有名片吗？哎呀，不好意思，我没名片。哦，没关系。那您说一下公司的名称和经营的范围。哎呀，是这样，这个，我现在没有公司啊，我是那个咱们大厦对面夜市练摊的个体户。啊，对了，我在西四啊，还有一个发廊，新美发廊，您听说过没有？好像有听说过。你看，林先生，那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样的，我想和贵大厦这个谈一下租赁场地的事儿。对不起啊，林先生，我们大厦呢不接待散户，只面对有实力的大公司整租。
您要是想做个柜台，可以等以后找租赁我们大厦场地的公司谈。哎呦，小经理，你搞错了，我就是来租场地的，我不是租柜台的。我们只和公司谈，您啊不够资格。我真的很忙，要不您先请。不，小经理，您再考虑考虑，好不好？等会儿啊，等会儿。哎呀，初次见面啊，也不知道给您带点什么啊，这点东西啊，您行的。您这是干什么？没有，我就是一点心意嘛，心意啊。我们大厦有规定，绝不能接受客户的礼物。您啊，赶紧把东西拿走。不是您那。好，哎呀，哎呦，好，不好意思啊，哎，不是您要不然再搞，等会儿。枣儿爷，现在黄厂长和许多老师傅都退休了，现在厂子里负责管理的是一群不懂技术的人，这生产呀、销售都是我媳妇春花在那忙前忙后的。春花还给厂子提了好多合理的想法还有建议，可厂子呢不愿意实施，犯懒。怎么说呢？反正现在这厂子挺不景气的，大不如以前了。你们厂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现在街道办事处也在想办法。枣姨，我倒是有个大胆的想法。他什么时候胆小过？你有什么想法？你说。我想承包这个编织厂。承包这编织厂？嗯。我没听错吧？没有。您没听错，这事儿啊，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厂子呢，底子好，经营了这么多年，有固定的销售渠道和技术工人。只是这些年大锅饭吃惯了，大家都懒了。我想啊，我要是能承包这个厂子，就要打破机制，建立新的奖惩制度，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形成计件工资。枣姨，这只是我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和刚子还商量出很多具体的方案。啊，我这听的也是似懂非懂的，但我觉得是好事儿。就是说你们俩想承包这厂子，是不是？是这意思。挺好，枣姨也相信你们两口子能经营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来前还担心您不太同意。那你们俩找我来让我干什么呀？我们俩想让您啊，帮我们跟洪经理说一声。他现在虽然离休了，但是在区里办事处，这说话还有点分量。如果他能帮我们说一声，这事肯定能行。哎呀，多大点事儿！瞧你们俩，走，现在带你们俩去。真的？走。哎呦，太好了！谢谢枣姨。把水喝了再走。不了。我的包我包在这儿。走。您等。您先。春花，哎，现在由于大家啊，这都吃惯了大锅饭，国营大厂和街道办的厂子，人浮于事，不思进取。是到了该改一改的时候了。你刚才的想法非常好，你回去啊，好好整理整理，把它变成文字交给我，这样呢，我向上级领导提交报告。姨，我说一说还行，这要写报告，就我这文化水平，难。没事儿，让小敏帮他们写。哎，对，刚子，美女叫一下小敏。小敏在家。小敏，来，你刚子哥还有你春花嫂子有事要求你。没问题。春花嫂子，刚子哥，咱们进屋说去。哎，好，赵人爷、洪爷爷，咱们进屋说。且慢慢坐。宝儿，小敏这孩子现在思想觉悟越来越高了。哎呀，而且上过夜大，文化水平高。你看那报告写的，
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用词恰当，比我写的都好啊。哎呀，这种人才你不把他招进体制里，就让他在社会上飘着，那是浪费。我跟你讲，姐，为了劝他来咱居委会工作，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我一跟他说吧，他就让我想想，这一想都2年了，也没个准话。还有你，当初也捣乱跟我这抢人，非让他去办事处。现在想想啊，咱俩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根本没理咱这茬儿。哎呀，这想当初啊，是我考虑不周，想让他进办事处，可是作为国家单位，他是不允许经商的，那肯定会影响他和东子做生意。后来我想了，这居委会是民间自治组织啊，没有规定不能经商啊，所以我想让他去居委会接你的班儿，那这不就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打消了让他进体制的想法，全力支持你，让小敏去居委会。你支持管什么用啊？你这都是马后炮。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现在咱俩观点一致，这样，我到时候找个机会，我再跟小敏啊好好谈谈。我跟你讲，谈根本不管用。如果真想让他来咱居委会工作呀，咱必须得使个招。什么招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嫂子，我都听明白了，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承包一个编织厂，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你们要扩宽思路，引进人才。比方说呢，你在你们厂成立一个设计部，面向社会啊，去招纳有才华的设计师，主要是以那些学习美术、学习设计的年轻人为主。另一个方面，我是认为你们需要大力发展新的产品，然后扩大你们的生产经营。另一方面，你们还需要扩宽一下你们的销路。除了你们现在合作的那些公司啊，你们应该加强你们销售部的能力，要面对全北京全面铺开，通过各个渠道去经营销售。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厂子应该能焕发新的活力。但最重要的一点，你们一定要开源节流，控制成本，一定要严把你们原材料的采购。小敏啊，你可真是个经商的天才。往后我要真能承包下这个厂子，你可得多帮帮我。没问题，你是我嫂子，我当然得帮你了。小敏，你把你刚才说的那些都写在那报告里给上面看。放心吧，我会把我说的还有嫂子刚才她的想法一起写在报告里。好嘞，就这意思。我听说啊，对面那大厦1、2、3层正往外租柜台呢。可不是嘛，这1层、2层租给了原来就有的西单副食店，3层对外出租。可现在好多这个大公司，包括香港的大公司，全跑这3层占地方来了。而且那些大公司对外出租柜台的租金很高，虽然这租金高了点吧，我也想着去跟这些大公司聊一聊，说租1、2个柜台。但是大家伙知道吗？那些浙江人非常的抱团，一租就10好几个。那你说我这单个去租的，人家根本就不搭理。我说最近夜市练摊的这帮江浙人去哪儿了呢？感情都是进了大厦了。是啊，而且进了大厦的这些，每家的生意都很好。这租金虽说贵了点，但是呢，卖价也高啊，对吧？高来高走。再加上这大厦的购物环境哈，冬暖夏凉，也不受这个天气的刮风下雨的影响，卖的货也高档，不像咱们卖的都是地摊货。哎，这老百姓反而更容易接受啊。这话没毛病。哎，对了，民姐，东子，我听说你们俩不是跑对面那大厦谈租柜台的事去了吗？怎么着了？去是去了，可是人家根本就瞧不上咱，不搭理咱呀。哎，你等会儿，东子，东子，民姐，我可听说了，
大厦4层又开始招商了，这次咱们千万要把握住机会。是啊，东子民姐，咱夜市的一堆人里头，可就属你们2口子最强。你们可得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那4层圈出一块地来，咱们大家伙跟着你们干。办法不是没想，可是我东子，老可是的呀。可是咱这市场要你们姑母俩都没咒念了，那我们哥几个就没戏了啊！是这么个理儿。想辙啊，想辙，你们俩得。哎呀，你说怎么才能在大厦4层租下一块地儿来？你上次不是说过吗？人家只对公司不对个人。那我们想租一块地儿，首先我们得办一个公司。公司好办，我明天就可以到办事处让他们出证明，然后到工商所去办去。反正咱们注册资金也都有，工商所咱也有熟人，那很快就能办下来。办公司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得想办法跟大厦那边好好谈一谈。关键就是这个，怎么谈呀？那大厦那些人觉得咱们这些个体户没有实力，干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而且这大厦的租金又那么贵，1层4000多平米，都是分片租。这租小了吧，人家不爱租给咱们；这租大了，咱也没这钱呀。唉。从今天开始，叶刚同志和春花同志就正式承包编织厂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把编织厂办好。大家鼓掌欢迎！好。媳妇儿，回来了啊！哎，哟，这么快就办下来了？我办事多痛快啊！吹吧你就。可以啊，经营范围这么全呢？那是，那个工商所的人让我填经营项目的时候啊，我把能想到的我全给填上了。管他干不干，先占上，万一呢，是不是？聪明。哎呀，哎，咱这现在照也办下来了，公司也有了，咱下面该怎么办呀？我这不也犯愁呢吗？再想想。不是，合着你也没想明白。好，散会。领导，我有事想跟您汇报。哎，小敏，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夜市对面新开那个大厦的王总经理。哎，王总，这位是我们个体户协会的会长，哦，我们区的大红人儿孙小敏。王总，特别高兴能认识您。认识您很高兴。我早就听说过你，孙小敏。是吗？您这么大的老板，怎么会认识我呀？以前开会的时候就见过你，而且你在会上多次受到过表扬，早就对你的大名如雷贯耳了。哦，哎，小敏，你找我有事吗？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还有个会，要不咱们改日再说。行。好，你们聊。好，再见啊！哎，小敏，既然遇到你了，我早就有个想法想跟你聊呢。啊，您说。据我了解，你是有文化，并有长期的工作经验，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我们大厦刚刚成立，急需像你这样的管理人才。我冒昧的向你提个建议，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大厦来工作啊？您那是大公司，
管理人员都是顶尖的人才，我这个能力也就够干干个体，帮练摊的兄弟姐妹做点具体的事儿。哎，你太谦虚了。既然你没有这个想法，那就算我没说。对不起啊，王总，我特别高兴您能够赏识我，也特别开心您能邀请我去您公司，而且今天能认识您，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虽然我拒绝了您的要求，但是我确实是有一件事儿想要请您帮忙。没问题啊。可是今天太晚了，回去呢我还有个会要开。这么着，你明天呢到我办公室来，咱们具体谈，好吗？啊，好的好的，好，谢谢。你说你见到大厦的王总？是啊，你说巧不巧？我去区里开会，他也去了。本来呢，我还想找区领导说一下，我想在大厦租场地的事，让他们帮帮忙。没想到这一下就撞到庙门上了。哎，那王总还说他早就认识我，还想请我去大厦工作呢。我跟你说啊，这就叫什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跟大厦的王总认识，而且他还这么赏识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啊，齐了。那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人家只是说明天让我去办公室谈谈，至于谈什么，他也没想清楚。万一我说租场地，人家给我拒绝了呢？哎呀，不能够，那大厦租谁不是租啊，对不对？他能租给别人，他为什么不能租给咱呢？对不对？况且他对咱是知根知底的啊。反正我心里是没底，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跟你说啊，甭管怎么着，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最起码咱见到本主了，对吧？哎呀，就跟今儿这天儿一样。王总，哎，这位是我的爱人林卫东。哦，你好。哎，王总你好，你好，久仰久仰久仰。您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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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欢迎。小米啊，有什么事儿咱们开门见山的直说。是这样的，王总，西单夜市马上面临改造，我想这件事儿您应该知道。我知道，区里对西单大街西边的所有场地有整体的规划。西单大街一直都面临着东边的店铺生意好，西边的店铺呢就生意一直做不起来，确实也是该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了。小敏，你在这条街上经营了很多年，问题看得很透彻。现在的问题呢是，西单夜市练摊的个体户们马上就要面临无处可去的情况了。我是区个体户协会的会长，所以他们呢也希望我能够给他们找找出路。我了解到贵大厦是以租赁为主要的形式，有很多的公司还有大老板，他们都在您这儿租场地。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夜市还有协会的那些生意做得好的、有信誉的优良商铺组织起来，到贵大厦去经营？好啊，小米，你这个想法很好。这样不光解决了这些个体商贩经营场地的问题，而且这些个体商贩有长期的经商经验和固定的客户群体，他们来大厦经营，会给大厦带来大量的客源，能够繁荣商场的经营品种，使我们新开的大厦能够迅速的活起来。王总，您说的太对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遵守大厦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合法经营。我相信有小敏这样个体户协会的会长在，我相信你们会做到的。不过，你们有自己的公司吗？有，我们刚成立的。哦，那就好。我们大厦的4层啊，现在正在对外开始招商，我们只和公司签约，并不对个人。既然你们有公司，那就说说你们想租多大的地方吧。王总，你们4层一共有多少平啊？大概有4000多平米。我想租一半，2000平。2000平，你这个胃口可不小啊！连租金、押金，还有装修，还有做柜台，那可是需要不少的钱呐。你们手头上有那么多资金吗？放心吧，没问题。你看看这些年，我还真是小看你们这些个体户了。你们这些年挣了不少钱，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实力啊！还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对。哎呀，那就好。这样的，我给租赁部的肖经理打电话，你们现在就去找他，具体的租赁事宜你们跟他协商，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行，谢谢王总。不客气。谢谢，不客气，不客气。林先生，上次你来啊，我以为你就想租个柜台，有些怠慢，不好意思啊。没关系。
我听王总说你们想在4层租2000平米。是的。不瞒您说，我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很意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肖经理，不会是因为我们只是个体户吧？可能我对你们这些个体户还不够了解。不过既然是王总让你们来的，那咱们就谈谈具体的吧。行。小苏苏，你疯了！2000平米，咱哪有那么多钱啊？回家再说。不是回家说，咱也没这么多钱呀。回家再说，相信我。你回家说，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呀。哎呀。小敏，你想租2000平米？你这说梦话呢吧？是啊，小敏，这么大一笔钱，这砸锅卖铁也凑不齐呀。哎呀，让我媳妇儿讲话呢，让我媳妇儿先说。啊，说。你们都先别着急，先听我讲。如果我们就租180平，那只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可夜市上还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他们不能眼巴巴看着咱们不管他们呀，对吧？那如果我们租了2000平呢？那就意味着夜市上的兄弟姐妹都能进商场，还能解决个体户协会很多人的问题啊。媳妇儿，你这想法太好了。但是钱怎么办呀？我算过了，2000平一共能分摊出100多个商铺。现在大厦给我们的价格是1平米2块5。现在3楼有一些公司对外出租他们的柜台，价格都到了6、7块。咱们4楼楼层高一点，价格肯定低一些。再加上咱们照顾兄弟姐妹，就给他们按5块钱，他们肯定也是能承受的。5块钱够便宜的了。这3楼都涨到8块了，就咱那堆兄弟姐妹，想租都租不着呢。那这一个柜台，除去每10来平米的过道，这要是干好了，那利润可比夜市多多了。当然了，所以我觉得定5块钱特别合适。再加上除去那些过道、走廊这些公共面积，我们每平米每天利润可以达到2块钱。2000平4000块，一个月就是10几万，对我们来说足够了。那我们要给那些兄弟姐妹多一点利润空间，这样他们压力少一点，然后定价也能定便宜一点，我们才能长期的经营下去。一个月10几万，这干得过啊？这先等会儿，那个押金就得交3个月，对吧？1个月上交租金，加上装修还有做柜台的钱，里里外外得70、80万呢。咱哪有这笔钱呀？是啊，小米，咱试了这么多年，凑一块儿也就20来万，你这差得也太远了。这没文化真可怕。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就不会学动动脑子吗？嘿，你这动什么脑子？1个星期也凑不了那么多钱。没错，就靠咱们几个肯定不行。但你们别忘了，还有那么多进商场的兄弟姐妹呢。我们付给大厦3个月押金，1个月上付租金，我付的是2块5，但是那些兄弟姐妹们同理也得付给我3个月押金，1个月上付租金，对吧？他们给的是5块，你们算一算，100多个商铺，我们能收多少钱？100多个商铺，100多个的话，能收多少钱？行了，甭算了，特简单。1个月利润10几万，我们现在有3个月押金，1个月上付租金，那相当于我们预收了4个月的利润，这样加起来就是40多万。然后我们每个摊位还得收他们适当的装修款，这合在一块儿，70、80万不就有了吗？小米，你也太聪明了，咱怎么没想到呢？是啊，这1个月10几万。这1年就是100多万呐！那咱发大发了，可不是吗？怎么样，还是我媳妇儿厉害吧？谁让我媳妇儿是会长呢？来，为了会长，咱呱一呱。行了，你们先别高兴。还是我那句老话，
只有大家都有钱赚，咱们这生意才能做得久。那我今天先定一个规矩，但凡是在我们经营范围内的商铺，只准自己经营，一律不准对外转租。谁要是破了这规矩，立马离开大厦。同意。再过来，再过来。有，哎呦。敏姐，您就放心，你定的规矩，我们哥几个能给坏了吗？肯定不能啊！云姐，您说您都给我谋这么大福利了，我们要再靠这个转租挣钱，我们还是人？那不是人呐！你们能这么想就好。啊，对了，来，大家伙儿来看看，这是我做的咱们租赁2000平的摊位的位置图。哦，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呦，敏姐这布局合理，通道也宽，十分便于经营哈。敏姐真是行家，我没意见。你没意见？谁有意见？没意见。行，大家都没意见，那接下来你们就找豁子、东子、娟子他们商量商量，你们要哪一块？今天呢，咱们就定下来，好吧？行，我就你要什么？你要哪个？这好。哎，5、6个。那边的那个东西是吧？好嘞，好，有5个。你这个好。国庆上面那个，这个对，好。哎，对，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好嘞啊。都挨着。好了啊！既然大家都选好了啊，那大家回去麻利儿的准备交钱签合同，怎么样？抓紧，抓紧喽！赶紧的！啊！行，过来！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啊，一大半都没了。哎，这帮姐们说了，他们还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让咱把地儿都留着，让他们也来租摊位。那也不能都给他们呀，我个体户协会还有一些朋友，还得给他们留着。哎，我跟你们说啊，一开始我还觉得这地儿有点大，现在我发现了，这2000平米啊，根本就不够分的。来服了啊！小米啊，很不错，布局合理，场地宽敞明亮，所有售货员专业，而且很热情，一看就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看来你们这些年长期在一线的经营者很有经验啊！您客气。谢谢王总夸奖。哎，不是我夸奖你，你们这个商区给全大厦各个商区都起到了模范作用。肖经理，小敏他们这个商区的经营理念和方式要迅速的在全大厦各个商区进行推广。好的，王总，我马上组织各商区的经理向小敏他们学习。王总领导的好，王总领导的好，谢谢王总，谢谢王总。春花，这个还可以。不要变了，因为它这个不美观，您觉得呢？对吧？陈师傅，哎，你这个月辛苦了。哎呦，谢谢您。田海洋，小刘师傅，你这个月辛苦了。哎，谢谢您辛苦，您辛苦。全国各大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打破铁饭碗、
铁工资和铁交易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改革的破三铁热潮，大锅饭被彻底打破了。哎，这政策好啊！好是好，我们家二强子的工厂，还有我以前工作过的纺织厂呀，那生意是越来越差，生产出来的东西呀，那根本就卖不出去。我们家二强子吧，够勤快一个人吧，这每天出去跑业务，一个月呀也谈不成一笔。哎，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对象有没有？人家一听工人，哎，扭头就走。哎，工人怎么了？以前工人不是挺牛的吗？哎，那话你没听说过吗？这就叫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你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家蓝旗跟着东子和小米，那生意是越做越大，他们肯定是淘汰不了了。哎，兰子，这话你说的不对了啊！你们家娟子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啊，还有刚子和他那农村媳妇儿，现在了不得了，都开始承包工厂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索爷说的对，兰子，你记得当初你们家刚子和那农村媳妇儿刚来咱们小院的时候多惨呢，扫地人家都不让，是不是？这才几年呢？啊，才几年？你说那天我看院里头进来一个大美女，哟，这时髦！我仔细一瞧，是春花儿。窄窄的月光，高高的院墙，蜿蜒的街巷，流转着时光，日子就这样悠悠的生长，鲜花看家常，慢慢讲。世事的哀愁与伤，2盏3杯暖胸膛，爱能熬成汤，纷扰都被原谅。遗忘留在胡同里的微笑，让几分转弯抹角。有一种和睦安稳在心底不被打扰，穿过胡同的那只歌谣，4、9成的寂静与喧闹，老树屹立不倒，守着记忆不老，留在胡同里的微笑，新时代吹响号角，门外飞驰的少年依然为理想奔跑，穿过胡同的那只歌谣，4合院的寒夜与春宵，在这斑驳的岁月里刻下记号。天空四方，屋里暖洋洋，摇曳在风中，望